好，就在前天啊，大家玩家期待已久的阿斯顿马丁女武神已经作为圣诞礼物的最终奖励啊，通过游戏消息中心发送给了所有地平线玩家啦。如果还没有领取的小伙伴，可以抓紧上线领取一下啊！注意，记得一定要连接到地平线服务器才能刷新出来奖励消息哦。首先区分一下游戏中的英灵殿 Valhalla 和这个女武神 Valkyrie 啊，我们看一下啊。那我们首发这辆呢是 Valhalla 的 Concept Car， 也就是说2019款的概念版啊。这车到明年才能交付正式版，而且外观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啊，因为正式版已经暴露出来了，已经有这个概念，已经有这个实车出来了。那女武神呢，则是作为昨天的圣诞礼物啊，前天的圣诞礼物刚刚发送给所有的玩家的，所以说这两辆车虽然是同源，但是不是同一辆车啊。你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女武神是作为北欧神话里面的这个瓦尔基里的名字，对吧？以这个女武神命名它就是以赛道为主啊，以赛道为主。那哈拉就是北欧神话中的天堂，也可以译作英灵殿啊。那它就是以这个超豪华概念超跑为主啊，而且这辆车的这个动力布局也是不一样的。女武神这边是 6.5 升 V12 Hybrid， 是纯正的混合动力发动机，而 Valhalla 则是 4.0 升 V8 发动机，配合的是插电混动系统。并且一个是4驱啊，一个是后驱。那正式版我们不知道哈拉是不是还保留这个4驱系统啊，并且数据应该会有变化，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是豪华超跑，一个是赛道级超跑啊。那看明显，那女武神会更强力一些，性能会更强劲一些。那女武神是2017年啊日内瓦车展首次公布的这个车辆啊，女武神是2017年日内瓦车展首次公布的项目啊。最初是红牛车队的空力大师是吧？人体空洞啊，纽维提出的这个公路 F1 创意，并且提交到了马丁，然后两家正式合作开发。量产版是2021年正式公开的，首发限定是150台啊，起售价350万美元。刚发售就一抢而空了。那它是采用了大量的 F1 科技啊，并且由于没有赛规限制啊，所以可以自由发挥啊，也就是说纽维的一个终极公路幻想吧。那很明显，它对标的就是梅赛德斯奔驰的 AMG ONE， 也就是我们地平线5的封面车 AMG ONE 那辆。稍后的赛道测试也会着重对比一下这两辆车的这个原厂圈速啊。那 Valkyrie 是全身采用了大量的这个碳纤维制造啊，基本上是摒弃了这种传统的钢结构部件的，全车仅重1350公斤啊。那外观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我只能说不能说美吧，只能说充满了科技与狠活，对吧？与其说它是一辆超跑，那从这种前翼啊、前唇啊、扩散器啊，明显看出它就是一辆 F1 改出来的这种公路车啊。这更像是这个勒芒原型车的概念啊，跟普通的超跑完全不一样啊。那纽维明显是要把 F1 的这种空洞理念带入正式的公路车，感觉他也是想在公路上飙一把 F1 是吧？体验一下在公路上开 F1 的感觉。那基本是没什么这种传统的美学可言了，但是他至少啊还是给了一个蝴蝶门啊。而且是比较奇怪的是，它这个驾驶舱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豪华可言，非常小，可以看到这驾驶舱。那一般人如果想坐进去的话，你需要去定制的座椅，并且拆掉方向盘才能坐进去啊。驾驶舱里面也是非常简洁啊，几个显示屏，还有2个流媒体后视镜啊，没了。基本上就是一台这个勒芒赛车的座舱啊，看到它的前唇和尾翼啊，其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它的角度并不大啊，这导致它的这个普通气动空力布局的话，它的翼面下压力效应其实是非常低的。这为什么这辆车在低速的时候啊，下压力非常不足，非常滑？那它大部分下压力是来自于看到底部这几乎镂空的纹丘里管啊，
那这车也是在底部大做空气动力学文章啊。你看到前唇也可以看到能吸入大量的空气啊，70%的下压力都是由这2个巨大的扩散器文丘里管所产生的，并且是采用了这个前低后高、前窄后宽的这个楔形设计啊。最高的时候啊，最高时速下，它应该是全程能产生1吨左右的下压力。女武神是搭载了与考斯沃斯共同研发的 6.5 升 V12 发动机啊，并且搭配了160匹的永磁同步电机和 1.3 千瓦的 KERS 系统。这车可以说直接是在这个 F1 的动力单元的这储备下加码再加码啊，也就是说把动力发挥到了极致啊。与传统的这种插电混动啊，或者是不同啊，它这个是2个，也就是说发动机和电机，我这样理解啊，发动机和电机同时连在了一个变速箱上面啊，它不是2个分开工作的，是同步工作的。所以说它可以在起步的时候就产生极大的扭矩来提升它这个机械发动机的动力啊，也就是为什么它这个低扭起的特别快啊。那这辆车还是有赛道版啊，还有 AMR Pro 的赛道版，它是真正摆脱了所有的规则限制和公路限制啊，性能可以远超普通的勒芒24小时耐力赛的冠军赛车，最大极值 3.5G 啊，极速也要高于普通的超跑版本，但是它的赛车版其实没有装 KERS 的，可能是把动力发挥到全部的这个轮胎上面了，是一辆真正没有上限的赛道版超跑。除此之外，它还有敞篷版，还有勒芒的 LMH 组别的这个版本啊，也就是说勒芒的这个 Hypercar 版本，真正的赛车版啊，应该是在明年就会见面了。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阿斯顿马丁女武神的一些升级部件啊，这应该就很少了。作为一台这个公路 F1 啊，官方应该不会给你太多的改装选项。果然啊，4驱是可以换的，还不错，能上一个双涡轮。哇，这车双涡轮就逆天了啊！本来扭矩就够大了，再上双涡轮，它提升其实不是特别大了，因为它本来就是混动系统啊。1140匹到1295匹，有提升但不多啊，有提升但不多，可以但没必要啊，可以但没必要。接着是轮胎，这是重中之重啊！这辆车其实它的这个阿克卢斯之种啊，就是在这个轮胎上面啊。这个车其实它的这个痛点就在轮胎上面啊，轮胎默认给的是半热熔啊。接着我们看一下胎宽，就非常离谱了，胎宽只有265，最高就给到285，这明显是为了赛道版的 AMR Pro 去让步的。接着是最宽后胎宽345，也不是特别离谱吧，它默认给的才325，就很低就只能说这车的机械抓地力是被限制住了，并且我们看一下它的空力啊，这个只代表它的这个前唇和尾翼的空力啊，那默认只给到120和240加起来才300啊，也就是说这车默认1吨的下压力，它只分配给了前唇和这个尾翼啊，1/3左右啊，剩下的全是底部的这个文丘里管啊，也就是扩散器给的。这就导致它的低速会非常的滑，到时候我们的赛道测试大家会看得非常清晰啊，赛道测试测评会看得非常清晰的。我们看一下传动系统啊，变速箱倒是给齐了啊，有漂移，有这个4速啊，这车改漂移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一般的漂移比赛也用不了这种车，太逆天了。你要这车是漂移，那妥妥的对吧？碾压了。那改件就比较少了。好，接着我们来到瓜纳华托的隧道，来测试一下这辆车的这个开放式声浪。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防空警报啊。并且它还有很明显的电机合作的声音啊，它电机是同步工作的，所以说这是一辆真正的混动赛车啊，
可以说赛车了，这根本不是公路车。等它第一次弯，你得非常小心，由于它的扭矩巨大，轮胎很可能会抓不住地。高频的噪音会让它听起来非常的吵啊、闹啊。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啊，它这个转速起步特别快，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啊。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这种缓冲可言，对吧？非常的直给啊，给油就是跑啊，没有给你这个反应的时间。可能上一秒它还是20分贝、40分贝，下一秒它就120分贝了，所以说耳朵会有点受不了，有点像之前对吧 ？Top Gear 测试荣达 R 的时候。你跑赛道可能会需要去把周围清空啊，否则它会扰民啊，太吵了。不过地平线还是很好的做出来的，它这个电机的声音，电机声音还是比较明显的。不得不说，最近几辆新车啊，这个音效是有明显的进步的。这辆车的音效可以说做的比 GT7 要好很多。GT7它只有尖叫，没有太多的这种电机的细节和一些，对吧？同步的这种感受，就只有引擎声。这个你可能甚至还听到一些Curse 的声音，还有刹车盘的刹车声，但细节还是不错的。平行线5的音效也是逐步在提升了。但这辆车确实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悦耳的声音啊，就是纯粹的工业噪音。毕竟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啊，快，我要更快的速度啊。纽维从来不会关心这个买赛道级超跑的人还在不在意这种引擎悦不悦耳、好不好听，那是交给 F1 去做的事，那是交给对吧？迈凯伦 F1。戈登·穆雷做的事情给 T50 做的事情，那他需要做的就是把这辆车，不论用任何的技术、任何的这个条件做到最快啊。它起转实在是太快了，有点像放大几十倍的转子啊。接着看一下车内驾驶舱，这。只能说非常勒芒啊！这驾驶舱非常勒芒，视野狭窄，然后感觉不是很开阔，又很压抑。驾驶舱是非常小的，这车驾驶舱是非常小的，每个座椅都需要根据这个车主来量身定制啊，并且拆开方向盘你才能坐进去，否则你是很难一屁股坐进去的，太小的驾驶舱了。但是你一旦速度起来之后，这车其实下压力还是很够的，就是第一次弯很挣扎，需要非常小心的控油，才能让它平稳的输出动力啊，不要一下子把所有的动力扭矩输出到地板上，否则它的轮胎是根本抓不住的。而且它的转向手感也是非常的直接，没有那种所谓的这个柔和啊、过渡啊不存在的，就是指1就是1，指2就是2，就有点像赛车的手感。赛车这种转向手感就是这样。就不存在这种舒适可言，一切都为了效率的提升。那接着我们就去直线加速赛道来测试一下这辆车的直线加速成绩，大家可以猜一下这车的直线到底有多快啊？我们参照物是给了一台 SF90 是吧？好像可以对比一下。好，我们来到机场直线加速测试啊，来看看这辆阿斯顿马丁女武神啊，终极
的赛道级超跑啊，应该是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跑车了，1140匹啊，1.35吨，1350公斤。来看一下之前加速成绩吧。官方是没有公布它的明摆成绩啊。刚开始的时候，概念车宣称的是2.8还是2.6破百，其实不是特别快啊。但是它的后段，我的天 ，SF90 直接被秒了呀！后段，现在0百是2.68尾速，我靠，377尾速也非常恐怖啊！它的100到200的加速只要2.75秒，我只能说这个 F1 的空力配合上它这个 V12混动引擎实在是太恐怖了。马力其实不是特别大，1140匹，但是因为它整体的这个空力布局啊特别好，所以说直线加速成绩是非常猛的。这还只是后驱中置啊。好，我们也是做完了女武神的赛道圈速测试啊，我们看一下最终成绩是1分21秒2，一个非常惊人的成绩啊，应该是我觉得民用级超跑里面很难有再超越它的了。近些年啊，我可以说近10年吧，因为这辆车确实把很多东西都做到了极致啊。如果说梅赛德斯的 AMG One 是在一辆超跑里塞入了非常多的 F1 科技结晶，那这辆车完全就是套着 F1 皮啊，套着这个公路车皮的一辆 F1 啊。很明显的，这些加速就不符合正常公路车的范畴了，已经随随便便这个直道就上300了啊。我们知道 AMG One 在这个直道尾速只有280啊，差了20几公里，差了20几公里啊。所以说导致整个圈速会差距非常大，差了要接近3秒钟啊。但是这个车在低速弯会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打滑的问题啊，甚至一上手的时候我都感觉这辆车是搞错了，这个胎是这个溜冰鞋吧，这个太滑了，这也对吧？轻松开始漂移了，甚至我们群友都已经开始开发到漂移调教了，这车确实很适合漂移，不得不说。V12混动啊，配合上它这个极强的低扭啊，我们看一下它低扭多恐怖啊！那正常的 V12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扭矩输出啊，那它的扭矩输出是这样子的，一条直线啊，接近一条直线啊。虽然是大家都有电机配合，但是这个明显就更趋近于赛车的一种只给的那种输出方式啊，我就是踩下油门立刻就要响应啊。而我们一般的超跑啊，它会留一定的余量啊，给你一个缓冲时间啊，给大家一个大脑的一个反应时间，因为正常的普通的玩家是很难去反应到 F1 这么快的速度的。那相对的这辆车啊，我们看到它的空力啊，只说这个气动空力啊，不说文丘里管的那个空力啊，那其实给的这上半部分，空气下压力给的不是非常足啊，前后尾加起来就300公斤左右吧。这车整车的最大空力是达到1吨啊，也就是说，剩下70%都是靠它这个底下的超大的文丘里管啊，也就是一个扩散器造成的一个下压力啊。那这个下压力产生有个前提就是车速得够快，所以就导致这辆车在低速的时候会损失大量下压力啊，非常滑。并且我们看到这车原厂的轮胎其实没有给的非常足啊，半热熔就不说了，这个胎宽甚至只有265，后这个295啊，最大好像只有315啊。我们要知道 AMG One 啊，你们一直说慢，垃圾 ，AMG One 前胎宽都285了，
它比 AMG ONE 前台宽还要是少2个号啊，所以说，其实作为马丁，我感觉也是故意去削弱一下它公路版本的一个直线性能啊，让你从物理上就不可能达到像AMR Pro 版本啊赛道版本那么高的上限。赛道版本我们知道它的这个胎宽就非常足了给的，到时候我们可以去这个有机会啊，未来可能在地平线我们能看到 AMR Pro 版本的，也是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区分。不得不说马丁还是非常聪明的，为了保住它那些非常极其稀有的这个限定版赛道车啊，所以说在民用车版本它就没有去给它非常足够的机械抓地力啊，让你有劲也使不出啊。而且这车有非常诡异的一个转向啊，这个其实也非常符合现实中大家的测试结果啊。我们知道 TG 的 Chris Harris 是测试过这辆车啊，他给他的评价就是转向极其的诡异不自然啊，几乎没有抓地力，几乎没有任何的抓地力啊，并且整车是有伴随着非常巨大的噪音和极其明显的这个部件震动，可以说这车就是非常原始的一辆赛道机器啊。你说马丁是在红牛的指导下，活生生的把一辆 F1 给换上了公路车的壳啊，所以导致你们听着声音也是非常的尖锐刺耳，非常工业风啊，没有那种应有的，比如说 T50 那种超跑的这种应有的优美的声音，因为它转速起的实在是太快了。你看它这个转速没有这种循序渐进的感觉，它是给油直接转速就蹭蹭蹭往上涨啊，并且它的这个最高转速非常高啊，12000转啊标底。所以说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未来啊，在地平线或者极限竞速系列里面能登场一下它的 AMR Pro 版本，那应该是它的终极进化形态，这才是这辆车的真正的完全体啊，才是它的设计目的啊。这个公路超跑版仅仅是它的一个妥协之作啊，感觉有点类似于当年那个火神，对吧？800匹，但是给你开了一个限，对吧？限马力的开关啊，你平时普通人就用500匹就够了，800匹你得解锁了之后才能用啊。这车就有点像带着镣铐在跳舞啊。虽然它有非常强劲的动力，但是机械抓地力和这个上层的空力就限制了它的最大的发挥啊。动力是完全的足够啊，上限是足够的高，但是普通人肯定是开不出来的。好，那么就是这期的阿斯顿马丁女武神的解析到这里为止了。大家还想看什么车的测评或者是试驾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大家可以自己来这条赛道试一试，你们的圈速是多少啊？对比一下其他的车辆，比如说你可以猜猜看它跟BTTB 或者是 BT62 这种这个真正的赛车相比差距有多少啊？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大家可以自己动动手上线啊，跑一跑圈速啊，这张图也是非常的耐玩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为止啊，记得给我投币3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